一句话向你证明，《刀剑神域》是很难的游戏，做这游戏人自己玩都要开挂。是的，这个游戏的制作人，整个 SAO 事件的始作俑者毛堂本人亲自下场打这个游戏是要开挂的，甚至在一款设定是大家都只有一条命的游戏里，他开了无敌挂。虽然也有朋友说是锁血吧，但是同人 A 上去那一下显示的单词直译过来是不朽的对象，那说实话无敌挂没跑了。众所周知 SAO 的公测版本和内测版本差别是很大的，所以很多玩过内测的玩家都在一些被暗改来的 BOSS 上吃了亏，超出了奇迹。当然你说 SAO 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大伙儿干掉来设计的，那也没啥毛病。但毛堂这个人，他就是那个主持了暗改 SAO 游戏的人，哪怕是这样一个啥都知道的人，他也依然选择了开挂，可想而知 SAO 这个游戏得有多难。光看第一部动画，我们其实不怎么能知道有多难，很多 BOSS 的设计和挑战基本上是被动画一笔带过了。但是川原丽在彻底没活之后写出来的晋级篇写得很详细啊，可是动画中的表现吧，我只能说这个 BOSS 设计的有点变态。第一层的 BOSS 开场会招小怪，而这个小怪击杀后会立刻招出新的，团队选择是分组 A 小怪。经常打网游的朋友应该知道，一般这种情况大伙儿的选择其实是让副坦和班大家一起 A， 而这个 BOSS 的素质也挺离谱的，吃 BOSS 一下平 A 基本上直接去掉半管血，很难想象这是第一层会有的机制和数值啊，不愧是为了干掉玩家才做的游戏啊。但第一层 BOSS 的机制到这里还没完， BOSS 血线近 25% 之后会进二阶段磨出身后的40米大砍刀，还会释放一个大范围 AoE 击退范围内的玩家，附带麻痹效果。虽然能用剑气挡一下，但是对于作为一个机制的初见来说还是挺致命的。 AoE 之后是狂暴，还会召唤更多的小怪，而最变态是这 BOSS 还会柔化，能取消技能前摇，直接在另一个方向只用剑技击中了同人。第4层的 BOSS 动画做的就很简略了，最大的技能是放水淹没房间，应对方法是把房门打开，剩下的就只有头前的横扫，身后的甩尾，评价为魔兽世界里的龙族精英怪。但第5层的 BOSS 我只能说难得离谱，和刀剑神域这个概念就不在一个维度里。一开始就只是躲线，然后 A BOSS 出弱点就打弱点，一个很普通的地上出什么就躲什么， BOSS 招什么就打什么的 BOSS 机制。然后是 BOSS 的转阶段就开始变态了。我们复习一下 SAO 这款游戏大家都是近战，但这个 BOSS 的机制需要远程攻击，如果这个时候毛躺下来了，哪怕他开着无敌，这 BOSS 也打不了一点，除非他不装了，拿着剑和盾就飞起来了。说实话，没有米特这个刷高了的镰刀精通，大家都得打出奇迹啊。当年我说 SAO 作为一款游戏，在设计上是完全不考虑玩家的游戏体验的，哪怕抛开剧情设定的必须一命通关，依旧设计的极其离谱。但我当年这套叠加被美美无视了，不知道今天我换了一套说辞，大伙儿的接受度能高一点吗？其实如果 SAO 不是一个 MMO 游戏，而是一款单机或者是共斗类型的，那直觉上的观感会好上不少。不然很多设定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确实有点微妙，但你真要说去压力一个02年成熟的网游小说吧，好像也不是很合适。那你对刀剑神域是什么样的看法呢？觉得在没有前行技术的情况下，刀剑神域这样的模式登陆 PC 你会愿意玩吗？在评论区说说吧。哦对了，最近上架的那个刀剑神域游戏拉完了，别买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凯奇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